第21章阴暗。离月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博越公司内部的激烈竞争的烈度明显超过了我的想象。就部门业绩来说，本来我们8部的业绩已经无限的接近排名第2的商务3部了，但是接下来几天3部连续出单，而我们部门几个单都莫名其妙的丢了，尤其是张静的一张域名单，他约好了客户出发，等他到目的地的时候，已经被人抢先一步把单给签走了，域名单不受保护，谁签单算谁的业绩，被这种方式截胡，张静直接崩溃。这个月他运气不佳，这是他的第1张单呢。马从静把部门的人召集到一起，你们体会到残酷了吧？这个世界上就是大鱼吃小鱼，快鱼吃慢鱼，你慢一步就被别人捷足先登，别人拿了钱挥金如土，你和西北风瑟瑟发抖。我去外面抽烟，部门的张乐凑过来道：陈斌，我们好像被针对了。妈的，我吐了个烟圈，胡说八道，不可能的事儿，别瞎想。张乐道：可能你没有感觉，但是我能感觉到，这公司真他妈现实。你现在业绩高，跟肖工差不多，别人都怕你，我们就不一样了，处处都被人针对欺负。我默默抽烟不说话，其实不用张乐提醒我也知道，8部肯定是被针对了。张乐说的对，8部可能就我一个人反而最轻松，因为我和温小兵直接的撕逼公司人人都看见了。面对不可一世的温小兵，我不落下风，反而有各种反击。善良的人被人欺负，凶狠的恶棍被人畏惧，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。而这个现实还不能被部门的人知道，因为8部的人心一旦动摇，可能顷刻间就会崩掉，那样后果就真的严重了。我抽完一支烟，心中就琢磨为什么8部连续几个单别人都能截胡，客户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呢？难不成8部里面还有内鬼吗？还有，8部目前处在这种不利局面，该怎么破局呢？我强迫自己过滤掉各种杂念，对我来说能做的是心无旁骛的跑单，部门竞争的事情不是我考虑的。马从静的尿性他一定有反击，我准备拭目以待。2声咳嗽，我发现周围几个抽烟的兄弟都灭了烟头溜了。我一抬头看到了周总周光华，我冲他笑了笑。周总，周光华满脸推笑道：抽烟，下午见客户，出来捋一下思路。我道：最后的关头不好放松，一定要死咬住，不到最后一天，胜负都有悬念。周光华道：我道：周总，1部温小兵没有拿下的黄金锁业，这本来是我的客户，他是从我手里抢过去的，如果这个客户我去谈，这个单我100%的拿下了。我顿了顿，又道：我是新员工，8部是新部门，所以温小兵才可以肆无忌惮的欺负我们。我跟您说这些话不是告状，而是澄清一个事实，我陈斌压不垮，打不烂。温小兵越是跟我玩阴的，我越要干死他。我他妈就不信我们深圳公司1部就是一手遮天。周光华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没有料到我突然会说出这番话。我是故意的，我看明白了目前博越深圳公司的局面。博越深圳公司高燕一家独大，他一个部门的业绩占了公司近一半，所以高燕和周光华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。1部和8部之间的矛盾，看上去周光华是在拉偏架，好像偏向1部，但实际上他内心是很高兴看到8部冒头对付1部的。我看到了这一点，当然就要利用这一点谋一点利益出来。我的情况是现在手头没有意向单了，我该出的业绩基本都出了，温小兵手中还有大把意向单，所以后面我和他之间的拼刺刀，我完全处于劣势。陈斌，你是个干业务的料，关键是我欣赏你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。周光华笑眯眯的道：我相信你的实力和能力，记住我的话，不到最后一天，胜负都难料。现在你应该干的就是马上立刻去杀单，把自己的潜力都激发出来。周光华对我大加鼓励，我自然装作一副很受鼓舞的样子，心中却想，老马，我能给你助力的也就这点了，希望你自己能够找到路子。8部过了这一道坎脱胎换骨，过不了这一道坎，可能终究会沦为平庸。我发疯似的跑单，心无旁骛，反正只要部门打出来的意向客户，我在外面第一时间就会见客户。为了提高效率，有时候我会给苏雪娇打电话，让她送我见客户。但是做业务的事情就是这样怪，出单的时候一帆风顺，一旦不开单，就好像遇到了魔咒似的。我的业绩卡在5万多，连续好些天都找不到突破点了。而温小兵的业绩一直稳步推进，已经过了7万了，他的排名到了第2名，离第1名平江只差几千块钱了。而这个时候，离月底只剩2天了。我是新员工，正常情况下我入职第2个月就能干5万多的业绩，应该可以满足了。名义上我这个业绩可以保证我收入过万了，但是我心里就是不爽，就是不服，反正就觉得不甘心。我想赢，我不仅想把温小兵的嚣张气焰彻底的踩下去，而且我想成为公司的肖工。我想赚更多钱就必须上肖工，肖工不仅底薪高，而且能享受阶梯提成，最高的提成比率高达 26%。我终于沉不住气了，给马从静打电话。马从静，你他妈究竟有没有招？他妈的，人家都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了，你就准备怂了算了吗？电话那头马从静沉默，足足等了1分钟，
马从敬才道，你想让我怎么办？你他妈的是经理，还问我该怎么办吗？这个时候你得找周光华，跟他摊牌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他还不拉你一把，他就活该被高燕那个女人起脸。马从敬呵呵一笑，道，陈斌，之前我小瞧你了，行，你等着，半个小时给你答复。我等了20分钟，马从敬打来电话，他开门见山，龙华有个狱名单，你只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干下来。我操，我人在保安，你让我去龙华，